家主真要把这些书都送去太学吗？这可是您辛辛苦苦收藏了一辈子的呀！既然要放手，不如放得彻底些。家主真相信殿下这条路是正确的。佳瑜，夭夭有一句话说得不错：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走的路。如今一之处位稳固，虽然他未来会走的路未必正确，但守旧之路必然错误。我们呐，我们这些老家伙，是时候给他们让路了。太傅，真舍得离开健康啊！靖安王，太傅打算就这么放过靖安王府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本王亲自给文熙皇后写的罪诏。太傅难道不想知道，当年的冤案到底是谁一手炮制的吗？你不是家主！来人，有人吗？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母妃，蕊生阿紫，父王，父王不会又是去喝酒博戏了吧？秦王殿下有请世子妃移步太傅府。瑶瑶，一会儿见到太傅别哭，他虽有旁心，但好歹也养育你18载，人死过乡，就别记恨他了。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了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。这是夭夭亲手为阿父打磨的黑玉扳指，送给阿父当成生辰礼。怎么样，阿父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阿父会时时刻刻的带着，时时刻刻的想着我的夭夭。好。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我不怕声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誓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成全你我的缘，隔着永远人天不会灭。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。礼记玉藻篇有云：声容静，头容直，气容肃。你凯记的何意？君子行止，言语当沉稳，行坐当昂首挺胸。阿父，
女儿方才失礼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会过得自在些。阿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准备支持归降了吗？这究竟是谁干的？小菊，什么？不可能！廷尉和百姓亲眼所见，人也是当场拿货的。殿下，你来说。是殿下，世子妃，臣今日听闻有人在太傅府闹事，遂前往，正遇到靖安王在太傅府行凶。什么人？靖安王！见人便走，整条街的百姓皆可作证，行凶之人正是靖安王萧驹。突然，一辆马车将逃亡的靖安王撞飞，这才将其拿下。这不合乎常理。若父王知我阿父与柳昭琳合谋，想要寻机报复，他不应该选在青天白日，而且被人发现也不走小路，反而还要多砍几个人，这不是给自己找人证吗？臣也疑惑，直到臣在太傅怀中发现这个。这是父王当年写给文熙皇后的罪诏。这份罪诏落款是昭宁12年，也正是上京沦陷前夕。当年靖安王明知安禄二世蒙受冤屈，却将安禄200余口押上刑场，所以当王爷得知此表落入太傅手中，故而杀人灭口，倒也是说得通的。不对，我阿父早知安禄二世蒙冤，若他早知有此表，定不会沉默至今。上京沦陷，若此表没有毁于战火，那只能是落入北秦。对，是北秦。廷尉，你当时目睹他开口说话了吗？并未。这就对了，因为口音会暴露身份。阿梦，你可还记得崔俊？那是北秦人的易容秘术，这些都是北秦人的阴谋。殿下，谁这么大胆子敢帮本王？给我松绑！靖安王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伯息后回府路上，就被人偷袭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就到这里了。启禀殿下，安凤酒楼、老王庙、苏记胭脂铺等7处北秦暗探据点皆已勘察完毕，北秦暗探行事如常，未有任何异动，无人撤离。若此事真为北秦暗探所为，按理来说，无论是成是败，都应该立即撤离。但他们不走，如若不是真的毫不知情，难道等着被翼王打尽吗？靖安王，你说遭人偷袭，可有人证？应该没有。我去博戏都是背着我夫人去的，这家瑜知道啊。那么这罪诏所记又是否属实呢？当年为了压制世家，臣确实没有揭露冤情。既然安禄2世冤案已经平反，来人，在，将靖安王府上下通通拘押，并立刻派人前往颍州捉拿逍遥，就地卸职。诺。殿下，秘密拘押。殿下，这萧无一尚未巡查返回，不可让他提前觉察，以免逃脱。将世子妃请入宫。带走。
不该说些什么吗？我该说些什么？嬉笑怒骂，撒泼威胁，什么都好，就像从前的你就好。逝者如斯，如何能刻舟求剑？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吗？你明知我阿父的死疑点颇多，晋安王也是被北秦设局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。我多希望有那么一点是因为我。我以为春考之后，你和萧无疑已经和解，但我又怕你只记得我的不好。你相信萧无疑从未贪恋过权位，你也已经拿到缺骨令，他无法再证明自己是文熙太子，而且他本也就活不长。你不愿他活不长，还拖你下水吗？无人能拖我下水，是我自愿与他同行。那他若弃你而去，你当如何？只要他不曾令我失望，即使他去了，亦是与我同行。我会带着他的那一份，好好活下去。所以当初你离开我，是我让你失望了吗？我只是看不懂你，就像如今，我依旧看不出来，你何时在演，何时是真。也许你真的很适合做一个帝王，喜怒不定，帝王心术，叫人心生恐惧。各位官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走。没事吧？既绑着我又护着我，安毛，你好矛盾。我记得你吃不了桃子，没想到竟有一日，也不得不对你出手。别跑！正如你说，这殿下明知北秦要挑拨君臣关系，还铁了心的要借题发挥，夺走晋安王府的兵权。那他之前竟然是假意跟无一。现下我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让人先找到萧无一，千万让他不要回到健康，落入圈套了。你说的对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更何况是帝王。恐怕眼下只有我能为萧家说上一句话了。明日我就上表。不行，阿紫，你这样会得罪齐王的。为臣尽忠，并非愚忠。如果此案真的疑点重重，那我就有上表的责任。今天晚上先住在这儿。队长，是阿大带着禁军来搜人了，快到了。阿紫，少府印信借我用一下。好。人跑了，抢了我少府印信跑的。你连夜出城，即刻赶往驿站，务必在齐王的人来之前告诉他健康出事了。好。不过现在四方城墙下肯定全是伏兵，这次出城，你九死一生。以一敌百，可能打不过，但肯定能跑得过。只是我若出城了，城内可就无人可用了。到时候您的安危
放心，是，我会保护好世子妃的。你也是皇家勇士？不仅是我，健康城内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都是当年奉命保护文熙太子，但文熙太子从未启用过我们，他只希望我们好好生活。上！夜行。世子，老王爷杀谢怀圭，被廷尉当场抓获。追捕途中，老王爷还重伤廷尉。齐王已经下令将王府内所有人统统抓走了。世子妃呢？何源，你并非御史，上谏非你之责。殿下难道忘了北伐之志了吗？放肆！莫忘你是何人之路。臣心不二，为天下见。萧氏执掌北府多年，战功赫赫，于国有功，还望殿下细查太傅之案，莫让北秦挑唆，离间了殿下与北府军心，误了北伐之战。巧言令色，罪加一等。30大板就在殿上打。诺，来人！当年上京沦陷，有多少大业子民沦为北秦奴隶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。20多年战乱不休，如今不搜捕靖安王，并非为了太傅之死，而是要拿罪臣之头为北伐祭旗。你们是否怀疑姑的身份？姑都不在意了，因为姑要做的是让天下人都看到姑的决心。殿下，锦衣使送来密报。念，在春考榜首面前，大声的念。诺。请接10里烽烟急报，北府黑旗一队星夜兼程，直趋健康，其势甚急。距玄水已不足20里，渡水在即，望速备防，勿使有失。听见了吗？萧无一调兵回来了。北府改制后，无中书旨意。各地守兵不可擅离驻地，这是萧无一自己定下的军规，他却自己犯。你还要再替他求情吗？拿着这封密报，自己好好的看。别怕，吃吧。怎么样？刚刚叶青送来消息，黑旗过了玄水，就再无音讯。世子此次反击，定是血雨腥风。若没有十足把握，倒不如我们先回北京。回北京？那王爷怎么办？大公子怎么办？你若怕死，我去拼命。你。世子，这是冲我们来的。
还是没找到谢家玉的藏身之处吗？阿大将军已经率领禁军搜查了整座健康城，没有发现世子妃的踪迹。这2年推行北府改制，禁军也已脱胎换骨，能将健康城控制得如铁桶一般。可谢家瑜竟还能从眼皮子底下消失，这说明谢家瑜也好，萧无一也罢，健康城中肯定还有姑不知道的退路。这说明这健康城依旧不在姑的掌握之中。一城如此，一国何如？萧无一已回健康了是吧？是的。让景兰看好西月楼，看好妙手。诺。慢点儿。西月楼。怎么少了一家？这叫百鬼灯，有特殊的含义呢。什么含义？难不成还有警示之意？对啊，是有警示之意。接着喝，今夜不醉不归，什么萧无一奸诈狡猾，就算是回来了，也断不会来我这里自投罗网。这就进了大理寺里面了。进个大理寺算不得什么。王爷、王妃还有逍遥，他们都在里面。瑶瑶，该回家了。你猜到我会来此？我还猜到你会拿萧无一声东击西，怎么，不怕我抓了他吗？你抓不住他的。是，我是没抓住他，还让他跑了。不过，我也猜到你会趁此来劫狱。快走！走，刘姑姑。萧无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一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一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姑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一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，有靖安王府的人在手，他势必会自投罗网。
想了，你已经对李茂仁至义尽，是他非要赶尽杀绝，所以我们也不必一忍再忍。等到明日救出父王母妃，出了健康，到了北京，他就不能再纳你何了。又要让你随我冒险了。这次恐难善了。若明日发生意外，瑶瑶，你要活着。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意外，你都要活着。放心，虽说加上咱们几个，也总共才30多人，但我瞧着他们都是十分忠心得力的。你看，你即使放养他们20多年，但他们还能在健康发展出这么多实力。明日有了他们，就算硬拼不行，制造一些混乱，把人救出来，肯定没问题。瑶瑶，对不起。为何要与我道歉？这次还连累了元吉阿紫挨打，不过他是春月考榜首，是李茂收拢天下学子立的活招牌。就算李茂不满他上谏，应该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。睡吧。这我怎么睡得着？明日便是生死之战，这是最后安稳的一觉了，快睡吧。母亲，你怎么被人打屁股了？你犯什么错了吗？人长大了，不光做错事情会被打屁股，做对了事情也一样会被打屁股。啊，这么倒霉啊！那我还是别长大了。母亲，外头的瘟疫怎么样了？我阿娘和世子爹爹他们还好吗？阿娘留给我的功课我都学完了，他还没来接我，我有点想他。外面有瘟疫？阿婵姐姐告诉我，祖父和祖母都染了病，我们得躲进皇宫里才安全。他们现在病好了吗？瘟疫哪有这么快就结束的？萧公子请安心在宫中住着，明日你的世子爹爹就能入宫来陪你了。我阿娘呢？你阿娘是大夫呀，外头病人这么多，你阿娘得帮他们瞧病，是不是？萧公子，好好照顾你母亲，相信不久就能一家团圆。这是殿下专门为你做的糖饵。你就是这么哄他的？殿下说了，大人的事，孩子不必知道。你方才说，世子明日入宫，是何意？听闻世子已经入城，殿下担心世子在外染了病，准备明日请他们入宫看望老王爷、王妃。逍遥，是不是也病了？病得也快死了吗？何大人，您走到如今不易，殿下给了你立身之地，你可不要再为了不相干的人，辜负了殿下好意。仔细伺候着，莫让何大人和萧公子接触了外人，染了病。诺。法场都准备好了。好。
那明日就让世人都看看，萧无一是怎样的一个忠臣。3、2、1。救人！这是法场的鼓声，我们被李茂骗了。萧无一，没时间了，你快去救人，这里交给我们。青龙，保护佳玉，诺。小心！有不够，我们走。让开！世子若是迷途知返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都是大业的子民，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血。萧无一，难道你眼前的此情此景，就是你所谓的一心为国吗？靖安王萧居构陷忠臣，制造冤案，累及大业国运，
上京沦陷，其先当法，其罪当诛。然则你今日朗朗乾坤，杀禁军，劫法场，置国法于何？置天下公理于何？天理昭昭，国法难容。今日若不将靖安王府上下伏法，又何以服天下？何以正国纲？林茂，你想要的，我都已经给你了，还少一样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师出有名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了我家人。我乃当今监国，你们是想造反？陛下圣谕，朕统御万方，以昭明德，安禄冤案真相大白。靖安王萧居心怀叵测，构陷忠良。今日萧氏一门皆已伏法，特命萧无一即刻缴械认罪，勿失朕心，勿使天下百姓再受战乱。北府黑旗，还不快拿下罪臣萧无一！你真以为我的北府兵会听命于你吗？那就试试。拿罪臣！这一刻很讽刺吧？你曾呕心沥血推行北府改制，甚至不惜将一人一族之私兵改为天下一国之兵，此乃何等气魄，何等胸怀！但你绝对想不到，你有心沥血打造的北府军，总有一日会对你刀剑相向，反杀于你。韩茂，打！放了我家人！放开我！你放！萧无一！把瑶瑶还给我！萧无一，放开我！林茂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让他们放开我！萧无一！林茂，林茂，你疯了！你放手！萧无一，这一剑算我还给你了。林茂，你放了！杀！不要杀我爹！砍！不要！
绝不会放过你。夏无言，瑶瑶，捉逆臣，杀叛贼。青龙偃月，保护好世子。把谢家瑜带回宫中。这个，夏无言。世子，我们现在安全了，该去何处？回北京。小心！爷爷！你已经好几天未进食了，有什么话，吃完饭再说，啊？瑶瑶，你曾同我说过，无论萧无一有没有走在你前面，只要他没有背叛你，没有让你失望，你都会好好的替他活下去的。快吃吧。你打算囚禁我一辈子？你应当知道我的本事，这世上所有的锁都锁不住我。锁不住，可以用毒啊。软金散，至少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可以好好跟我成婚。那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替萧无一报仇。你给过我一簪子了。萧无一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他逃走的时候，伤势很重，姑早在城外布下了埋伏，谁知道他一出城的时候，就有人将他救走了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还暗藏私兵？看来你也不知道啊，谢家瑜。看来他也并不信任你。不好了，殿下！
放肆！谁允许你不通报就闯入的？殿下恕罪，是有要事禀报。说。萧子期他不见了，他用针灸刺晕了阿婵姑娘后就跑了，如今不见踪影。快搜供寻人！诺。一会儿见到太傅，别哭，人死过孝，就别记恨他了。然，哥，萧子期他不见了，快搜供寻人！刚入宫的第1年，有一个人常常在这儿想。像你和吴一在宫外都会做些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在想，你估计在家又把炼丹炉给炼坏了吧。而吴一可能去了北境，刀山剑海。可我想的时间越长，能想到你们的画面却越少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再也想不起你们。几年之后，我又在这里思考。我那时在想，如果当时你留在宫中的话，会想和你一同做些什么呢？我想了好久，好久，却没能想出一个你开心，我也开心的画面。不过方才我明白了，你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就足够了。如今心愿已了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。你很担心子期。一个能把萧无一逼进绝境的齐王殿下，为何会担心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？找到了！启禀殿下，冯公公找到萧公子了。说。你不怕我也跑了？要跑，肯定也是找到萧子期再跑。走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小祖宗，别闹了！来来，走吧走吧，别玩了。放开我！我要找我阿娘！你们骗人！外头根本没有瘟疫！姨母，救命！他们都是坏人！母亲被他们打了，阿娘也不见了。他们都是坏人！坏人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杀了祖父祖母，还要杀我世子爹爹呢！冯安，将人带回东宫，再让他逃出去。亲自领罚去。奴婢遵旨。走了，走了，走走，走了。快走！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萧无一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一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达给我比的手势，
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0%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疑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了神医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疑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之一旦确定我被北秦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唯负于你。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封信，我还是想从文熙太子说起。13岁之前，以为我的命运会和父王还有所有叔叔伯伯们一样，做一个禁军统领，素卫攻城与巍巍皇权。然北秦入侵齐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战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为保我一命，共死了147位营士。你以后就叫萧胜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。参见世子。他叫青龙，他叫颜渊，以后都会紧随世子。我手握却骨令和却骨出天下令的期许，心中却万分茫然。若当年那场轰动大业的安禄谋逆案实乃冤案，我父母才是令上京都城沦丧20年战乱的根源时，我真能凭一块令牌一呼百应，令天下安定吗？难道我大业的精兵只为直到我遇见一之，不为百姓而战吗？才找到方向。维熙帝后扶植寒门，制约豪门世家，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时机，也失了分寸，才令北秦找到可趁之机。君以为什么是好时机？分寸又该如何把握？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如今已然乱世，乱世必中表。谢君一言，令愚兄拨云见日。大业需要一支真正为百姓家国而战的军队。比起健康宫，我更应该去北京。8年征战，大业有了梅府军，萧胜成为了萧无疑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酋长袁重伤，或许萧无疑终有一日会变成文熙太子。但血瘀之症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一直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，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。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9世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
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。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一不敢牺牲。江无义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混账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两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玉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杀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秦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鹰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义，把萧无义逼入绝路。至少有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鹰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瑶瑶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义用斩断的缺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叶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我和君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的活着。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此路迢迢，恐无归期。与君诀别，有负君心，不敢再逃来生。只愿瑶瑶此生能再遇良人，平安喜乐。说话。说话。谢家瑜，明日大婚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再这么砸下去，这宫中就没几个瓶子了。如何，陛下下旨了吗？萧无义判断的不错，安禄二世平反之后，百姓对北秦炮制冤案的愤慨，以及这20多年战乱的仇恨，已达鼎沸之势。北伐民心诚意，陛下已下旨同意北伐，令何元撰写北伐檄文。
果然，什么都逃不出他的算计。李茂，今日我就算死也不嫁给你。这是何物？你不是想要在北伐之前抓住宫中所有北秦暗探吗？此物名为火棘离，记载于火攻备要残卷。当年北秦急于杀害崔俊，就是为夺此物。我师父袁小六临终前，将此图纸交给我。他说：“火气一道，系于国运。”所以北秦暗探如果知道此物，哪怕有陷阱，也必定以命换之。那岂不是太好了？有此物，北伐定然能成了。不过此图纸我改过，所以你别让军械剑的人瞎造。要是炸死自己人，我可不负责。瑶瑶，你还是不信我。我信你，但我也得防着你。萧无一自恃聪明，把民心算进去，把你的野心也算进去。他以为自己算无一策，但其实就是个傻逼。我拿自己的命当命，所以我是他最后的退路。我不敢赌。阿茂，我不害你，但我也不会让你害他。我只想让你们两个都好好活着。好，那明日大婚便是找到暗探的最佳时机。谢家宇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日大婚你是嫁还是不嫁？火棘里的图纸你给不给？若是你执意要与萧无一赴死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萧子期。你敢？皇恩，奴才在。带萧子期去大理寺。既然他姓萧，就让他早日与家人团圆吧。诺。李茂，你疯了！你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。姑留着他只是为了让你听话，但姑的耐心有限。太傅已死，萧家已败，现在除了姑对你的旧情，你已毫无依仗。别自视身高了，你只不过是姑的战利品。火棘离的图纸我给你，但是你要将萧子期和何元基放走。好，大婚之前就放他们走。可以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不像的。殿下恕罪。罢了，他已经回来了，你也不必再演了。殿下别赶妾走，求殿下怜妾一片痴心，妾愿伺候殿下，伺候侧妃。姑待你如此不好，为何你还不变初心？阿长跟随殿下至今，深知殿下的不易，即便做不了殿下的心上人，也愿做一碗茶，一盏灯，只要能让殿下感到片刻的安宁舒适，妾便心满意足。好，那明日你就帮姑做一件事情，但凭殿下吩咐，看好谢家宇。如果他要转交任何东西给何元基或是萧子期带出宫，给朕换下来，那可是北伐制胜的关键。诺。还有，避开冯安，他是北秦暗探。什么？冯公公他？阿禅，姑只能信你了。妾定为殿下分忧。
我们回宫吧。站住！等一下，还请阿婵姑娘日后多多照顾好你了。子期，还不赶紧叩谢阿婵姐姐？公子不必多礼，阿婵日后一定会尽心照顾好你的姨娘。走吧。冯安已被发现，他那条线上的3人恐都已暴露。现在，只有你们能将此图纸送出宫去，立刻送去给殿下，不要再回来。诺。站住！你是何时发现我的？姑不曾发现，姑试探了每一个人，而只有你露出了马脚。火棘离太重要了，如若冯安被发现，他的同谋只能以身犯险。其实我从第一次在阿毛身边看见你的时候，心中便觉得怪异。当初那个能跟长沙王同归于尽的烈性女子，你若是喝了她，你也一样会死。那就同归于尽。怎会在爱上一个人后，心甘情愿模仿他人，为人替身？你从一开始就是鹰王的人。我想应该不是，他一开始应该只是一个贤妻，扮作舞姬，在健康四处打探消息。长沙王谋逆，他发觉有变，为了自己不被牵连，所以才在兰台会上逃跑。没想到遇见了你，阴差阳错进了静安王府。所以你一开始不是打算真的救下那些武姬，而是想要制造混乱，自己逃跑。人各有命，暗探行事，顾不得那么多。你将静安王府当作跳板来到姑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能走到哪就走到哪，就因为你全无计划，所以没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还故意安排了这冯安来姑身边，吸引了姑的注意。但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既抓了冯安，为何还不放心？孤家寡人，古亲如此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殿下，阿婵此生无怨亦无悔，只愿殿下珍重自身，得偿所愿。奉陛下旨意，月3日值黄道开兵，王师整饬，誓发北征。健康城内所有北秦暗探，全部祭齐。北秦犬戎，以豺狼之性窃据中原，猎我国土20余载。彼等焚我祖庙，
掠我典籍，践踏上京9重宫阙，玷污河洛万里清明。白发遗民，犹记朱雀街前序，皇口孺子，尚闻太庙梁间期。此仇不雪，何以立天庭？今铁甲金秋，金拓彻夜，王师旭日已足。观星台，望紫气东绝；黄河水，闻雷音北震。忍看胡尘蔽日，敢望父老追星。凡斩首虏者赏千金，夺其献阵者封万户。袭至之日，当卷龙旗于阴山，悬禽首于寒苦，使日月重光于故土，山河再造于旧疆。三军共此血誓，不负山河，不收刀枪。爱情。